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齐手机维修，我是小齐。今天的话来讲现在是第5课了。今天的话我们来讲尾插。讲尾插也不是只讲充电那么简单啊，充电是最简单的，而且现在手机的话，你充电正极正常，你不一定能充电啊。所以我们来讲尾插。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安卓手机 Type C 接口的，基本上现在所有手机都是 Type C 接口，基本上全部都会有这些啊，这8个触点啊。我们来讲这8个触点都是什么作用。手机从充电5伏啊，充电正极 V-bus 进去，然后通过充电负极回来，形成一个完整的回路啊，手机就开始充电了。V-bus 的话是充电正极， GND 的话是负极啊。现在不能说充电5伏了，因为现在很多快充的话，它可能都是9伏啊，或者是10伏、20伏、30伏。现在我们叫充电正极，然后充电负极，这2个就是主要是充电的。好了，接着我们来讲 CC1 和 CC2。CC1 和 CC2 就比较牛逼了，这2个功能非常多啊。第一的话就是正插和反插来检测，你正着插的话，可能就有 CC1 接触到了 ，CC1 接触到了，那个手机就判断你手机是正着插的，然后就调整数据的接收和发送，调整 DN 和 DP 啊，数据的接收和发送。如果你是反着插的，可能 CC2 检测到了，检测到 CC2， 那就是反着插 ；CC1 没检测到 ，CC2 检测到了，那就反着插 ；CC1 检测到了 ，CC2 没检测到，那是正着插。这个手机的话，它主要是靠 CC 和 CC2 检测的。除了正反插检测的话，它还有那个设备检测。你手机插进去的是电脑，还是插进去的是U 盘，插进去 OTG， 或者插进去的是耳机，插进去的是什么外界设备啊、外界视频啊，就是靠 CC 和 CC2 检测的。主要是你外面插的任何东西啊，都是靠 CC 和 CC2 来检测到你插的是个什么东西。这个所以说 CC1、CC2 比较牛逼啊。好了，我们最后来讲 DN 和 DP 啊，这2个要分开讲。D 的话代表是 data 的话就数据， N 的话就代表是负，合起来讲就是数据负。DP 的话就是数据正啊，也是 data P。这个很好记的啊，这2个数据的话就是传输数据的。这个的话就相当于 DN 的话就相当于数据接收， DP 的话就相当于数据发送。有接收就有发送嘛，所以的话可能就手机通过这个把那个数据传到电脑啊，或者是把交换数据啊，可能是把数据传到 U 盘啊，或者把 U 盘的数据传到手机啊，或者把电脑的数据传到手机，或者把手机的数据传到电脑啊，就是靠 DN 和 DP 2个实现的。它们除了用来传输数据啊，还有那个充电啊，配合 CC1 和 CC2 来检测手机快充，就是充电协议。好，这个就是检测充电头它到底支不支持快充，支持多少瓦的快充，和那个手机快充协议吻合，然后就开始给它输出电压了，就是靠 DN 和 DP、CC1 和 CC2 共同实现的。比如说你手机换根这个数据线不能快充，只能慢充，但是换根数据线就能快充了，就可能是其中的 DN 或者 DP、CC1 或者 CC2 哪个线断了，没办法和那个手机达成协议，没办法达成快充协议，它就只能给你慢充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换了数据线 CC 和 CC2、DN 和 DP 都能够稳定的连接啊，和那个充电头，和能够充电头快充协议握手成功，然后它就开始充电了，就是靠 CC 和 CC2、DN 和 DP 来实现的，实现这个快充，还有那个识别充电头有多少瓦的快充，
然后就能充电了。最后来讲 SBU1 和 SBU2 啊 ，SBU1 和 SBU2 主要是一个辅助数据的辅助传输数据。通俗来讲就是 DN 和 DP 忙不过来了，就靠 SBU1 和 SBU2。DN 和 DP 的话是传输数据的嘛，但是的话，你比如说插一个耳机，但是的话传输数据 DN 和 DP 它只有两个角，但是耳机的话，它既有左声道又有右声道，还有麦克风，它忙不过来，对不对？它就靠 SBU1 和 SBU2 来辅助达到可以正常通话，可以左右声道，就是相当于 DN 和 DP 忙不过来了，就 SBU1 和 SBU2 来帮忙。SBU1 和 SBU2 有可能是耳机，也有可能是视频，比如说你插个视频连接线上去，然后连接电脑，插个视频连接电脑，连接显示器。DN 和 DP 忙不过来，它只有两个数据嘛，对不对？就是靠 SBU1 和 SBU2 来帮忙，这两个就是辅助，就是帮忙的。DN 和 DP 忙不过来了， SBU1 和 SBU2 来帮忙。好啦，这个尾插接口啊 Type C 尾插接口这8个点都讲完了。所有的 Type C 安卓手机啊都有这8个点啊，都是同样的功能。好了，刚刚讲过了充电正极还有充电负极 SBU1、SBU2、CC1、CC2、DN 和 DP 啊，这些的话所有安卓手机上面全是这些啊，所有安卓手机上面都是这些啊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 K30 Pro 的尾插，我们来看一下 USB V-Bus 这个充电正极啊，这个 GND 是充电负极，充电正极电流比较大，所以触点比较大，充电负极的话电流也是比较大，充电正极和负极是相对的嘛。好了，接着看 CC1 在这儿啊，然后我们看这里 CC2 在这儿啊，然后这里 SBU1 在这儿 ，SBU2 在这儿，然后 DN-DP 啊，还有 DN-DP，DN 是两个角啊，因为有时候传输数据比较多啊，它有两个角，然后 DP 两个角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好啦，尾插现在都讲完了，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主板上啊，这些点啊到底是通向哪里？首先是充电正极啊，充电正极的话，昨天上一节课就讲过了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，我们这里就不多讲了。还有充电正极是这里，然后充电负极是这里，充电正极是通向充电 IC。好了，这里讲一下就行了。接着我们主要讲其他的 CC1 和 CC2 啊，CC1 和 CC2 一般都是一起的，它们两个阻值也比较接近啊，一般都是可能640，这个的话也是630、635，可能645，可能650，但是绝对不会差很多啊。如果差很多的话，肯定是出问题了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 CC2，然后先看 CC1 吧。它首先经过一个耦合电容啊，接着的话它就直通这个充电芯片了，这个也是电源芯片啊。好了，这个也相当于是 USB 管理器啊。以前的 USB 管理器像苹果啊，它都是单独的，现在安卓的 USB 管理器啊，它都和充电芯片、电源芯片集成了。好了 ，CC2 也是集成在了充电芯片里面。CC1 和 CC2 都集成在了充电芯片里面啊。CC1 和 CC2 它们两个有对称性啊，它们两个对地阻值都是差不多的，对地阻值都是一样的，也不是差不多，基本一模一样。然后它们的话都是通向 USB 管理芯片。
这里的话，这个充电芯片和 USB 管理芯片两个集成了。好了，接着我们来讲这个 DN 和 DP。这个 DM 和 DN 是一个意思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？USB 0 HSDM。USB 0的话是 USB 尾插 ，HS 的话是快速传输。DM 和 DN 是一个意思啊，都是数据库。然后第一个接了一个保护二极管，然后还接了2个电阻啊。保护二极管的话，主要就是保护线路嘛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电阻通向哪里啊？第一个电阻它直接通向 CPU 了，这个是正常的，因为它要传输数据和 CPU 交互啊，和 CPU 交互 ，CPU 把数据然后再传给这个硬盘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然后下面那个呢？下面那个是 USB 0 HSDM DET 啊 ，DET 的话是检测的意思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它又通向哪里？它一般是通向 USB 管理芯片，是这里啊。这个 USB 管理芯片和充电芯片是集成的，它主要是检测完可以快充，和 CPU 传输完数据，交换完数据可以快充，然后它就开始检测到可以快充，它就开始快充啊。这个换句话说就是快充检测。好了，现在也知道了这个二极管的作用了，就是保护 CPU 的，还有保护这个充电芯片。因为要是你的尾插是坏的，那个五伏的话，直接接到了这个 DM 这里，直接接到 DN 这里，五伏一进来，如果没有这个保护二极管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它直接这个五伏就通 CPU 了。五伏通 CPU 直接烧了，对不对 ？CPU 烧了就没办法了 ，CPU 就坏了，就开不了机了，或者是不能快充了，不能数据传输了，严重点的就不能开机了。好了，这个 DP 的话 ，DNDP 啊是相对的，也是一个意思啊。一个的话肯定是接 CPU 的，传输数据，传好数据后通过 CPU 再给硬盘。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 DP 检测啊，检测好你没问题，可以快充，然后和 CPU 交互好数据，握好手，可以快充，然后就开始快充啊。好啊，就是这个意思 ，DNDP。就是为了传输数据的，然后为了识别快充握手协议的，就是传输数据。还有的话就是充电检测，检测充电器可不可以快充啊？如果可以快充的话，协议成功，然后就开始进行快充啊。CC1、CC2，还有 DNDP， 还有 SBU1、SBU2 都是相对的。什么叫相对呢？基本上完全一样，就是孪生兄弟一样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这个 SBU1 到了这里，然后到了这里，这个的话是 SBU 开关，我们来点一下 SBU 开关是 CPU 控制的 ，CPU 控制你，然后这里的话是通向 USB 管理器，然后这个点也是通向 USB 管理器。上面的话 S 是 SBU2， 下面的话 S 是 SBU1。刚刚我们说了 SBU 的话，它主要是用来辅助传输数据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传输数据的。这里的话是一个 1.8 伏的供电啊。好了，我们这里就是传输数据的接口了。这个是 RX 的话是接收 ，TX 的话是发送，就是发送数据，
这个是接收数据，就相当于 DN 和 DP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管的话，有必要讲一下。首先，通过这个 CPU， 然后把这个管给打开。打开后，然后就开始 SBU1 和 SBU2 就开始连接了。然后通过这个 CPU 传输数据，传输给 SBU2、SBU12，然后再通过尾插传输数据，传输出去。这两个就是传输数据啊。比如说你插一个耳机进来，然后这个 USB 管理芯片检测到插了一个耳机啊，然后就告诉 CPU， 它插了一个耳机哦，它要传输数据咯，要传输音频啊，然后 CPU 的话即刻把这个管打开，打开后，然后这两个就连起来了，这个数据传输它就和这个 SBU2 连起来了，然后数据传输接收和 SBU1 连起来了，然后这个数据传输发送和 SBU2 连起来了，连起来就开始传输数据了。这个数据的话，有可能是音频数据，有可能视频数据，主要看插的是什么东西嘛，对不对？插的是耳机还是视频连接线嘛？好了，这个全部就讲完了。好了，这个就是尾插8个角所有的讲解啊。充电正极、充电负极、CC1、CC2、DN、DP、SBU1、SBU2 这8个角的讲解啊，以及它们基本上都通向哪里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有什么不懂的话，到时候在评论区下面留言，我会解答的。好了，谢谢大家观看了，再见。